楼主常常在阁楼里的那扇圆窗前凝视着夜幕下寂静的街道。那是一段他在欧洲留学时的回忆，那段回忆就像一场无尽的梦魇，紧紧缠绕在他的心头。窗外的手扶梯深夜时偶尔会莫名其妙的启动，发出嗡嗡的声音，仿佛是某种不祥的存在。那天晚上，他的朋友带来了一个女生，他们在房间里喝酒，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，但楼主却什么都没有意识到，这段经历会彻底改变他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这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发生的故事。那时候我的外语还不太流利，因此常找朋友到家里喝酒。我住在阁楼里，有一个大型的圆形窗户，可以看到外面地铁的出口。那是个只供出站用的手扶梯。可怕的是，那个手扶梯偶尔会在半夜无缘无故地动起来。半夜的时候，外面马路也很少有车，因此手扶梯嗡的启动声就显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这个声音最为恐怖。我偶尔从圆窗偷偷看出口那边的状况，没有任何人出站，不过那也只是偶尔才会发生个1-2次的事情罢了。但是在某个周末，我一如既往打算找朋友来家里喝酒，于是联系了和我最要好的美术生，他正好在和其他朋友喝酒，就带他的朋友一起过来玩。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那家伙到了，同行的居然是一个可爱的女生。朋友告诉我她叫小 A。总之，我们3个人就这样开始喝酒。因为我学的是美术史，所以我们聊着艺术和最近发生的事。12点过后，这里的地铁就停运了，加上当地治安不太好，我像以往那样说，今天就住我家吧。我们又继续喝了起来。朋友靠在圆窗旁边抽着烟，说了一句，手扶梯在动哎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大约是凌晨2点多，一边想着又来了，一边对朋友说，偶尔是会这样哦。朋友带来的小 A 似乎很有兴趣，在哪儿在哪儿？一边说着就往圆窗外看。真的哎，他好像很兴奋的样子。我待在远处喝着酒，回了一句，一个人在家遇到这种事情可是很恐怖的。就这样说着无关紧要的话。其实那时候的我就已经对他有点好感了。看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叫我过去，好像有人在哎。怎么可能？他该不会喝醉了吧？我从旁边看过去，谁都不在，根本没有人嘛。我看着他，这么说了之后，他也说，好像是没人呢。朋友也说道，不可能有人嘛。接着把烟掐灭。我去上了趟厕所，朋友也抽完烟了，于是我们又在房间里喝了起来。但是一直看着窗外的小 A 突然轻轻地惊呼出声。我们都吓了一跳，问他怎么了。他回答，有2个人走出来嘞，大概是妈妈和小孩吧。我当下听到就想，怎么可能？再探头过去一看，果然根本没有人在。这不是没人吗？不要开这种玩笑啦，真的很恐怖啦，别再说了。跟他抱怨了几句之后，我因为开始有些困意，就直接去睡觉了。隔天早上，或者该说快要中午吧，起床后，朋友还在睡，但小 A 不在了，应该是搭早上第1班地铁回去了吧，我这么想着。不过因为我对他有点好感，所以当天晚上仍然打了电话过去。电话里我问了昨天的事，他回答，睡不着，所以一大早就回家了。我心想，果然如此啊。以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作为话头，后来总算是和他约好2个人一起出来玩。当我正想挂电话的时候，那个手扶梯呀，他开口道。为什么又在提起那个手扶梯的话题？那时的我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但也不能怎样，就半开玩笑的回道，今天说不定也会动哦。他却低低的说，即使它动了，也最好不要往那边看哦，会被发现哦。他的嗓音太过低沉，我记得当时是有点认真的请求他道，真的假的，别再说了。
之后又过了3天，我们约好要见面，这次换我到他家去拜访，因为我会烧菜，而他完全不会。2个人就配着我准备的晚餐干杯。那天以后，我们开始正式交往了。我的美术生朋友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兴趣，连恭喜之类的客套话都没有说。但他之后还是常来我家喝酒。不过我和他交往的时间其实不长，开始交往时大概差不多是在1、2月，大概维持了半年左右。分手的理由是他突然决定回国。记得他回国的时候非常瘦，那个时候我胡思乱想了一堆他为什么丢下我回国的理由。在他离开前的那2周，我们几乎都没有见面，因此我们也没法多谈分手的事，这让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。他就这样逃跑似的回国，让我很生气，常对着那个美术生的朋友抱怨小 A 之类的话。我记得朋友几乎只是点头，并没有说什么。从那之后又过了半年，刚好是大前年的这个季节，去了另一国的美术学校留学的朋友传了封邮件过来，他住院了，好像是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才住院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交往的时候他的确蛮怪的，被鬼压床自言自语都是家常便饭。印象中他也有常在梦中大叫的问题，但我从来没想过情况有那么严重，因此知道他住院的时候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撼。那个时候虽然觉得应该回国看看他，但悲伤的是考虑到学分和花费，我无法这么做。半年后，趁着暑假短暂回国的时候，我终于能去找他了。照着地址找到他的老家后，我还记得自己站在他家前面，心里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。虽然是这样想，却也说不上来哪里奇怪，只觉得自己的脸色好像有些苍白。按下门铃后，是他的母亲来应门，看了我一眼，他就几乎叫了出来：“你是小二？”突然被他这么一叫，让我吓了一跳，但那时候心里还是隐约觉得不太对劲。我被他迎进家里，经过客厅，正想问小 A 的状况如何，却愣住了，因为桌上放着他的肖像，还点着香。我陷入混乱之中，完全无法相信现在的状况，只能大叫：“到底怎么了？”那瞬间我突然想，不会是他自杀了吧？果不其然，他似乎是从医院逃出来后，从某个住商混合大楼跳了下来。说实话，我对那时候的记忆还是有些模糊，不仅因为他自杀的事情太过震撼，最重要的是，原先我是抱着复合的决心来找他的。向他的母亲问了他自杀的理由，也只说他之前就曾因为精神问题住院过，自杀的原因大概也是这样。最后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在扫完他的墓之后，隔天就回家了。1个礼拜后，又再次回到留学的地方。回到阁楼后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而且是小 A 寄来的。说实话，那大概是我出生以来最感到惊吓的瞬间。打开信封，很糟糕，他的精神状况非常混乱。我为了把内容拼凑起来，着实费了一番心力。里面的字真的太乱了。我要死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一直都被追逐着，在现实中，在梦中，那个声音，那2个人总是跟着我。在能看懂的文字中，我所能理解的内容就只有上面2段，只是还有一张素描一起附在信封里面，不是别的，是我阁楼里的那扇圆窗。我平常是个不太会哭的人，在那时候却哭了。因为这件事，我匆忙的回国，就这么待到了现在。回国之前，我先去找了那个跑到其他国家留学的美术生玩，他的态度和以前一样难以捉摸。但在我把所有事情说完以后，他开口道：“我有件事一直都没告诉你。原来从那次他到我家之后，一直有一对奇怪的母女跟着他。虽然隐约有预感，但那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。回想起来，在交往的那半年内，他也只是在我家里待过那么一个晚上而已。决定不告诉我这件事情，应该是出自他对我的体贴，而美术生朋友似乎也是一直遵守着约定，没有讲。
听到这件事后，我告诉朋友自己决定回国中断留学的事情。他说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没告诉你，我也看到了。他接着说道，我也有看到他说的那个妈妈和小孩。他突然这样讲，我有些难以置信。我从那之后也一直被跟，而且也一直能听到那个手扶梯的嗡鸣声。他说完，突然用很可怕的表情对我说，在你回国之前，无论如何都别再靠近那个手扶梯了。我快速收拾好回国的行李，买了机票，逃跑似的希望尽快回国。但在回去之前，我重新走了一遍那些有我跟他回忆的地方。在回国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大概2点刚过，差不多是之前他看向舷窗外的那个时间，手扶梯又发出了嗡鸣声。我无视朋友的忠告，还是看了过去，而且一直看着，直到手扶梯停下为止。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人在。我很幸运没有被那对母女缠上，顺利的回国了，平凡的工作生活。只是有一点到现在仍困扰着我，就是我回到老家的时候，美术生朋友寄来一封信，信上写着他要自杀了，千万不要找他，也不要管他。他向我坦白，在我和小 A 交往的时候，朋友似乎对他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在那之后他就变得越来越奇怪。读了这些话后，我再次拿出小 A 留给我的信，原先再怎么都看不懂的最后一句话，我终于看懂了，是对不起，真的非常对不起。